好，柯文哲说谢长廷曾经是他的人生导师。谢长廷说柯文哲收贿的证据薄弱。谢长廷从驻日代表回来以后都没有什么发言哦，突然这个事情发表意见，什么意思啊？而且呢，谢长廷是律师啊，而且讲的又是民进党的这个检察官啊，民进党执政下的检察官，那所以呢，谢长廷到底什么意思？他是信赖北检还是不信赖？那到底突然在这个时候发言什么意思？所以说有想象空间。谢长廷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的，他出手一定有他的道理的。那这个黄阳明是说，黄阳明是说表示这个还有所为，到底是柯还有所为还是谢还有所为？两个都还有所为。林濁水说，柯文哲纵横政坛时代还没有结束啊。按照谢长廷的讲法好，那么我们看谢长廷为什么在这时候发言。总统府资政谢长廷突发文评柯案未拿庄，尤其这一句就法律而言，收贿的证据确实薄弱点。网络媒体中评社分析是在施压总统，尊重谢大使的法律专业，因为毕竟他过去也曾经是职业律师。那我相信呢，不管曾经是职业律师或司法官的人员，对于本案都有不同的看法。还是谢长廷真如蓝营立委说的，想借机争取民众党支持，借由大法官重提之际拿下司法院长。而说到大法官遭封杀的被提名人刘静怡跟民进党的恩怨还没完，脸书在爆料和府方达成共识的第一点，就是党团和网军侧翼立刻停止所有造谣和抹黑。但现在状况如何？有做到吗？有一些实质议题，等一下就由法案来做说明哈。或许是不想再挑起战端，只是刘静怡杠上的民进党立委，也包括自己当年口试的学生沈伯洋。有网友挖出当年刘静怡对沈伯洋的喊话：“铺马，算我这个硕士论文口试委员多事啦，你做这样的研究会有被侧翼化命运，会渐渐走上自我侧翼化的道路而不自知。”对于这个刘老师在资讯法或者在隐私等等相关的科技法这一些相关的专业呢都是非常的敬重。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不予评论。不过这声敬重，刘静怡不认同，反呛沈伯洋原来出自你同志的造谣抹黑，就是你沈大立委敬重我的方式吗？这是完全改变敬重定义了。刘静怡和赖政府的纠葛看似未完待续。两个问题大家来讨论了。第一个问题，现在你要干嘛？有人说他想争取大法官。然后当大法官他不会满足的啦，要当司法院长，这是一种讲法。那另外一种，柯文哲到底还有没有政治前途？如果林濁水说还将来还可以有发挥，到底就没了？还是其实我认为伤害柯文哲的，倒不是那个囚刑28年半，那个有点好笑，而是那些花边呢。你不要看那些花边他会觉得柯文哲原来的形象不是这样啊，怎么会这样呢？怎么跟这么多老沈见12次呢？怎么跟财团关系这么密切呢？怎么不是不爱钱吗？怎么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我觉得那个检察官放那个消息出来，对柯文哲的杀伤比他这个案子本身还大。来，你觉得谢长廷干什么？这样子在没有多久以前，当谢长廷在驻日代表做蛮久的一段时间，那时候就在这一次提名的大法官的这个司法院长就点名他了。就已经点名他的，那时候点名他了，然后呢，我们就引起蓝军就一片哗然。我就讲了，我说这个我听到这个消息，从椅子掉下来了，说他要来接司法院长所以这个司法院长不是从现在开始，从那时候就有，从之前就有讲那外面普遍的揣测是他已经退了嘛，他现在来讲的话，对他来讲，这个东西出来有机会的话，那就是他的，那就是很大的又一片山，而且他就是这个法律人嘛那另一方面来看的话，他讲的他引经据典都引得很好他讲说日本只要贪污犯99%起诉的99.9%都有罪，就是证据很确凿了。政治很确凿。他说台湾呢，台湾7成。那他里面特别讲了，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每一次我去问那个这个法务部长的时候，我说，检察官在起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考虑起诉对一个人伤害很大？
他说判无罪呢，什么等等，他说哦，这个定罪率很高，定罪率80%啊，什么之类的。原来这里面是有什么的，有一些其他有的小小的啦，什么偷窃的啦、诈欺的，通通在里面。真的，你对贪污案来讲的话，这个来讲它的比例是低的。好，第三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次这个当北检出来28年半、28.5年的时候，大家对争议最大的就是没有实锤的嘛，那个1500万判15年，15年是1500万的，1500万钱都找不到啊，钱找不到，他就说抹实地什么地方。你讲清楚啊！那抹实地，因为他那个 Excel 其他都有在什么地方，就这个没有。好，那我就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政治人物也是当过立委，他以前就讲了一句话，后来被告，他这个人现在不在了啦哦，他就讲说，哎呦，这个谁啊，拿多少钱啊？拿了多少钱啊？被告了，被告的时候，法官就问他了，他说资料怎么来的？他说我那天吃饭了，李永平坐隔壁。听他讲的，吃饭的时候他讲这样一句话，我听到了，我就讲出来了。然后呢，法官就是检察官就引用了。我们今天的检察官，这次的检察官是引用很多的传言，而且引用什么抹名嘴，在什么地方讲话，他就把它扩得进来。怎么会有这样的检察官呢？这是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而且最后一点我要提到，你不觉得检察官好像对这个柯文哲啊？好像恨之入骨会怎么样？是因为一定要把他杀得很凶才能够升官，还是怎么样？那你看到最近他就是提出2点：第一个，辞党主席没有影响力，或者是继续关，变得给他这2个条件呢，我觉得非常恶劣，让人家感觉就是说，北检这一次来讲的话，真的，当然这一次这个柯文哲已经伤痕累累了哦，他的公信力也赔了一大半以上。北检何尝不是呢？只是为了他们可能以后的可能升官。来，嘉宇，谢长廷要干嘛？过去他在民进党内是比较中立的嘛，他曾经主张和解共生、台湾维新哦，所以我想，他也是法律人，而且也被称为是民进党的智多星，所以他在看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我觉得他是忧心说啊，如果现在这样子的证据力哦，或者是金流的问题哦，如果比较他认为比较不足，那有需要再补充的地方，因为刚刚大家也都讲得很清楚哦，在法律上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或者是不自证己罪，这在法律上的攻防总是就法律人就事论事的观点来去看这件事情。那至于未来谢长廷有没有机会被提名大法官或司法院，我觉得如果社会的氛围大家乐观其成，认为谢长廷是非常适任的人选，那我觉得赖总统也不妨去考虑毕竟现在我们的宪法法庭事关台湾的未来嘛，那这点当然是非常的重要。那只是回过头来就是说到底民众党现在柯文哲到底要不要请辞党主席这件事情，对柯文哲或者是对于民众党的下一步又是如何？因为第一时间当柯文哲被羁押的时候，他的狱中信是说他要请辞党主席，可是他被交保放出来的第一时间，那50个小时，我以为他会告诉大家说，我从现在开始就不会管民众党的党务，我会请辞党主席，但完全没有直到他第2次被抗告，然后再回去羁押庭，他才对法官说我即日起我本来就想要辞啦然后我会赶快在2天内辞党主席，那希望黄国昌来帮忙。但是这件事情到底是在帮黄国昌还是在害黄国昌呢？因为现在看起来民众党里面大家也有不同的声音跟想法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他还是想要继续掌握民众党的，因为毕竟4年6亿的这个政党补助款非常的多，所以刚刚说柯文哲的政治路到底还有没有能不能继续下去？当然，我觉得在明面上大家都知道柯文哲很难再选举了，毕竟是社会性死亡。但是私底下他对于民众党的影响力，包括民众党到现在还把他视为是神主牌、精神领袖、荣誉党主席等等。无论如何，柯文哲他一定会找一个自己的代理人来担任民众党的党主席。就这个案子呢，从起诉1审、2审、3审，搞个8年、10年不稀奇。时间都拖很久，一个审就可能搞3、4年。尤其这么重大的案子资料这么多那司法院那边应该很谨慎所以那个说柯文哲要被抓去关在牢里，不会那么快的起码可能8年、10年都不会的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柯文哲到底还没有他本身有没有政治前途？凤馨你觉得？我觉得柯文哲本身，你的政治前途如果是说选总统，那我认为没有这个政治前途。但我觉得，如果要对台湾的政坛发挥影响力，我认为至少在未来4年之内，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因为即便是他经历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各种的这种放话，然后去摧毁他的人格，我也确实认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一些，包括了他的政治现金的处理的一些状况，还有他跟沈庆金财团之间的这些关系，我觉得确实对于他那个说我不爱钱啊那个形象。我觉得是万万很难相信的哈。那但是呢，即便经过了这么多的摧毁，他的支持度还是有10%啊，就是整个民众党支持度还有10%啊。他终究还有那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举足轻重的8席的立法委员呐。所以在这4年当中，其实他对于立法院的过半这件事情，他扮演绝对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他有10%以上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政治前途是，如果你要选总统，那我认为他的机会已经不大，除非出现极大的变数。可是如果说对政治有影响力，那我认为他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好吧，柯文哲到底会持党主席，还是要黄国昌接，还是有另外民进党有另外的计划？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柯文哲说他不持党魁，民进党难运作，所以他到底持不持？那还是说在检察官的这种逼迫，所谓逼迫说他必须要跟检察官说，我已经持党主席，我没有实质影响力了，我对民进党没有影响力了，不会再去跟人家串证了。他是真的想持，还是这个司法策略的运用？不知道啊。那黄国昌是说，想不压就得持，就很证明，就是说他想要被拘押，他非持不可，因为显然司法有压力哈。那他认为赖清德、黄国昌轰了，黄国昌也很厉害了，擒贼要擒王嘛，他就是咬住赖清德，他也不去咬什么法务部长、检察总长都不要，就咬住赖清德，就是你哦。那这个现在说被批说是不持就拘押，这是一个局啦。是北检部的局啦，所以呢，黄国昌说北检是赖清德的鹰犬啦，那另外呢，这个北检呢，这个到底黄珊说他是勉强起诉，证据不足，说是也是说这是要让柯文哲持党主席啊。那赖士葆委员也批评司法干预在野的运作因为北检到底有没有暗示柯文哲持党主席啊？那民众党发表声明。说会紧速开临时中央委员会，那到底开要干嘛？是要继续挽留柯文哲呢，还是让柯文哲辞了哈？那民进党的发言人、民众党的发言人是说，检方政治办案这个侵害第三势力哈。他说民进党是里应外合攻击民众党，里面有里面的压力，外面有外面的压力哈。然后张启凯是说要讨论再决定，那民众党到底会怎样？到底现在怎样？这是北检检察官要削弱柯文哲这个影响力，然后要摧毁、消灭民众党，非常的明确，五着痕迹非常的这个清楚。最明显的，你看他一共有80位，一下子约谈完之后列了80个证人，等于是布了天罗地网啊。他在布了这个天罗地网有什么功能？第一个，柯文哲你就出不来了。他在2次在这个北院的这个攻防里面，他都讲柯文哲出来以后不能够跟这些证人要在一起啊。包括第一次庭上都已经裁定好了，说要3000万交保，检察官站起来要做什么事情？他说要定一条，柯文哲出去以后交保出去的第一次的时候，不可以跟任何的证人有接触。你看他们一个局已经布好了，就是让你出去绑手绑脚，你80个证人，你不能动，然后一下子列了80个，然后是天罗地网的撒下去，全部党部的重要的干部，什么智库的啦，政策会不是，陈佩琪不是，那重要干部，民众党里头几个重要的干部全部都在里面的嘛。好，那这个出现2个问题，我刚讲那个内幕，他第一庭的时候他还讲说，你一定要列这一条，出去不能够碰到证人。然后在昨天的这个庭上他是怎么讲？他说柯文哲如果出去还有实质影响力，他还是党主席，对不对？他要跟这些我这么多的证人开会，
啊，他们是在工作、在开会，还是有可能勾串？所以你看，他那个局一开始就是不好的，他就不要你柯文哲继续接党主席。第二个，他就是要消灭、减弱这个整个民众党这个发展嘛。那柯文哲被这个压力之下，我们的律师很清楚的表达，他说你的证据力都不足啊，你那有什么串证灭证的这个问题，你那个1500万跟210万。这个都不明确的东西，什么是证据呢？没有灭证跟串证的问题啊。可是柯文哲就比较一看够力的，柯文哲就是想了一下，他说这样的话，我可以把党主席辞掉。他讲了一句，然后叫我们听了不是难过的了。以公，那我接下来啊，北检你再继续追杀我嘛？他说我已经常在跑法院了啦，常在跑法院了啊，我就现在这边对整个党发展也不好，所以他说事实上他在9月份的时候他就想过这个问题了。我说他9月份，可是那时候检方不答应啊，所以他那个辞职信到现在，到现在都还没送到我们中央党部，是真的还没接到，还是我啊，都没接到啊，真的没接到，真的没接到。到目前是接到，故意说没接到，到目前都没有，真的没接到。我讲一个最重要，那信哪去了？我们的邮政这么烂吗？邮局应该出来抗议，所以你们毁坏我的名誉嘛？怎么一个信搞了2个礼拜？赵大哥，我过去的经验啊，我过去的经验不是邮政慢，是法院他自己就卡在里头。法院卡对。之前之前有一个民事的事情，我自己亲身的经验。然后呢，我的律师告诉我说已经解决了，你很快就会收到通知。我跟你说，就搞了快1个月。然后后来他就一直打电话去问那个书记官，搞了半天是他们那边没有出来。你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寄不出来呢？就是到现在我来录影之前，我问的都还没有司法院，所以现在问去北检跟北院了哈，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实际上柯文哲虽然在9月就起心动念这个事情，他曾经想过嘛。可是呢，他不是有一次就是吴宝前回这次回来，实际上他是整体的这个党的运作要怎么做，实际上已经经过跟大家讨论完，整个布局都是完整。就是我很清楚跟大家报告过几次的。第一个就是请他，中央紧急应变中心，我们8个立法院专委都开过会了，就是请他请假，长久的请假，然后采取这个集体领导。你看他在里面4个月，也勉强这样维持的不错啊。因为现在民众党最需要是什么？就是稳定跟团结嘛。我了解，我们也需要时间啊。那4个月这样运作也是 OK 的，所以我们期待就是说，他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就很好，我们就广纳人才，赶快把多一点人要找回来。那他回来以后，他可以是请假多一点时间去打官司，然后维持这个集体运作嘛。可是因为昨天这样一个，他就被逼了，嘴巴就已经讲出来了。好，那当然我们要尊重他的，一方面要尊重柯文哲的这个意愿。可柯文哲实际上在庭上他讲的一个事情很重要啊。他说：“第一个，这个需要时间。他虽然要请国昌来帮忙，可他也强调说，这个需要时间来沟通跟讨论。而且他特别讲一个点，他说：如果现在走了，那小草怎么办？所以他对小草也要交代。所以我们才说紧急，我们要开一个我们的紧急中央委员会，我们进一步讨论。等柯文哲，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应该他已经差不多出来了。请他出来以后，用个机会，我们跟他坐下来，好好来讨论，因为让他知道说，他关在里面这4个月，事实上这4个月我们的。”又他之前那个集体运作还是一个顺畅，他只要请假就好了。然后我们坐下来再来讨论说，党主席这个位置到底要怎么处理？我是不解了哈。检察官反正非置你于死地不可也确定了嘛，你怎么讲，检察官都会要把你压起来了。按照昨天跟上次开庭的情况，法官根本没有 care 你是党主席不是党主席嘛，法官也没有 care 你有没有什么实质影响力嘛。所以柯文哲干嘛说一定要？如果他不想，如果他自己不想，也不会造成是不会羁押不羁押那2回事情了。对的。那不过他昨天在当庭有说希望黄国昌帮忙。但是林国成又说，他也没有需要黄国昌当主席，只是帮忙而已啊。不是，这个是民主程序嘛，党内还是要经过一个民主程序。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几个思考啦，因为当然现在这一个接押庭的法官，他们认为他是不是党主席的实质影响力，其实并不影响什么串证啊、灭证啊这些问题。但你不知道，如果万一这中间又出现了什么状况，检察官在抗告，然后换了下一批的法官，那不一定认定，可能就会有不同。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可能也有顾虑到这件事情，因为你现在发现啊，在这里面他其实有很大一大段全部都在谈柯文哲影响力，然后里面就提了很多的案例，在那个串证灭证里头列了一堆，然后通通都是民众党的核心哈，里面很多的公职人员都是他在讨论的主要的证人啊，所以那我觉得在这里面没有提到黄国昌，所以
他跟黄国昌接触不影响到他跟证人接触这件事情。所以如果黄国昌是一个 maybe 代理或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其实柯文哲跟黄国昌的联络还是顺畅的话，那个运作也是一种模式。但是我不知道这是民众党自己的家务事，也许可以思考一个更好的方法。好吧，柯文哲怎么讲黄国昌？我们看一下。他不要每天抛话言，害了这个党，可是他又放心不下这个党，放心不下这些小草。羁押题，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向法官求情，还首度亲口证实必须辞党主席。柯文哲庭中点名要黄国昌帮忙，黄国昌也在场听到了，走出来大呛执政党。刚刚庭讯的内容，让人听得非常的悲伤，也非常的愤怒。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终于先排了，台北地检署在办这个案子，对于台湾民众党是抄家灭族式的在办。没正面回应柯的指令，传出收庭10分钟之后，法官又重新问了一次这件事情。柯文哲改口说和秘书长讲，叫周瑜说跑程序，让民众党改选党主席。佩翔，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证据不足，还在讲串供，然后把所有的民众党的所有的要角全部都列为证人，基本上就是要完全不是意义上的架空，而是实质上的架空柯文哲。而我一直因为国昌委，我们这几次517到这几次，其实大家都很密切。我一直觉得他不是想当党主席，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种直觉跟我讲说他不想当党主席，可是他好像变成是说他现在这位置，他如果不出来去试着去多出一点力，不见得是党主席，这是民众党的家务事，完全尊重民众党的运作。但是他如果不出来多出点力，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一个主心骨的感觉。我一直这种很强烈的感觉，他的给我，因为我有时候嘻嘻哈哈会在聊天嘛，他觉得说他来这边 ，I'm here to help。我是来帮忙的，我很愿意帮忙，我很努力，我可以。那不要怀疑说我对于说这合作啊、法案要过啊、民生法案，还有像监闭者保护法这些，我的决心，他完全表露无遗。但是说，我比较难以想象说，国昌召委去当主席，这个好像跟我见到了他那个没有那个感觉，你知道，因为他以前也当过主席，跟现在他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不知道基凯哥，我不知道我这样感觉对不对？我的感觉是很强烈，他不是想去当头，但是他会想去做事。可是他变成说，现在状况变成说，他要多做一点的时候，他其实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一个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我不知道我当下感觉国昌是做事的人。我觉得那个柯文哲被逼到这个境地啊，他的这些反应呢，我觉得有人性的合理，也有政治理性的合理了哈。人性的合理就是说呢，从他个人角度，他面临他人生这么重大的关卡，对不对？他要专心面对司法，我觉得这情有可原。那政治理性来讲呢，我也认同林国纯的说法，我觉得柯文哲讲那句话不是他私相交棒给黄国昌，不是，是因为根据政治现实而言，现在民众党这个党呢，目前最大的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就是立法院党团总召嘛。那除非你立法院8个委员，你现在改选一个总召也可以啊。那这样子，如果说用立法院总召来进行领导的概念的话，那你当然现在黄国昌是总召，那就是请他先多扛一下。可是真正的，如果柯文哲真的走到绝对不得不辞，因为从齐凯的讲话就可以看出来，像齐凯这样想的民众党员，我认为还蛮多的。可是如果他真的被司法步步进逼到他不得不辞的那个状况的时候，民众党真的要党主席，绝对不可以说谁什么政籍党意，然后正直接指定接班人，不可能的啦。就你一定要整个讨论一个选举的程序，这不管怎么样，这一定要面对的。我觉得现在民众党的运作，一开始你注意看到，其实跟新党刚开始的柔性政党、内造政党是蛮像的。那就是权力核心在哪里？在党团啊，党团最高就是总召啊。我们新党以前也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公职挂帅是。那民众党现在是公职挂帅，那公职挂帅，那党团总召就是黄国昌，而且不可讳言，黄国昌在立法院资历也比较够嘛。
他在里面表现也不错了，对，表现也不错。最近来讲的话，唯一一个有做过立委的对，有当立委的嘛，所以以他来讲的话，你也不要说是不是党主席什么之类的，可是按照原来的民众党，他就想要走出一个不一样的路，这个不一样的路就是柔性政党。现在的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是刚性政党，所以如果走柔性政党，那黄国昌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不一定是党主席的哈，但是呢。他来整个来讲变成一个权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外面来讲都觉得很正常，而且他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表现有为有守啊。你只会看到我们在讲说什么，有前几天表决的时候说民进党还消遣，说这个民众党的巴西被国民党丢包，哪里有这样子？那个都是运作好的时候，什么就丢包？那表决就民众党案子先表决，表决完了。我们也是按出席哦，我们没有投他，因为我们要投自己的。他们也了解啊，事先都已经运作的铺排的好好的。我觉得他来领导这个党团没有问题，他是不是要因此来领导这个党？那这是他们的教室。那去看民进党跟北检这个布局非常的清楚嘛，他就是架空削弱柯文哲，最好是逼着他离开党主席这个位置，然后呢消灭民众党嘛。那对民众党来讲，民众党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一定要稳定，而且内部一定是要团结。那目前看起来最大的团结力量还是在柯文哲，所以我们才讲就是说，我们之前也经过4个月的这个运作，他之前安排这个整个集体领导看起来也是顺畅。如果柯文哲首选当然是柯文哲积极请假嘛，然后维持目前这个运作，目前这是一个最稳定跟团结方式。可是北检跟民进党一定会在步步紧逼，我们了解这个状况，例如说可能会再提抗告，对不对？再提抗告可能是一个方式。当然，我们有看到，就是说，验方来讲，庭上是不认为说他接这个党主席为什么串证、什么串供那些是没有的。可是北检一定会继续再进逼嘛。那进逼到后来，所以我们被迫我们会尽快召开这个临时的这个中央委员。那柯文哲如果人也出来了，我们坐下来真的好好讨论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但国昌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理主席，或者说改选以后主席的一个人选。那党内人才济济，或许有其他人也会一起。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我刚刚讲的，不管你有多少人出来，都是要来做事的。都是在做事的，团结跟稳定，这个对台湾民众党非常非常的重要。哎呀，就算你辞党主席哦，检察官真的要找你麻烦，你还是有实质影响力，他还是找你麻烦。休息了再回来，幕后党主席继续审查。好吧，郑文灿案子哦又开庭了哈，那检辩。检察官跟这个辩方就律师啦，攻防啊，然后在这个法庭攻防哈。那这个律师说检察官混淆事实，很不专业。现在大家对起诉书都非常不满，对检察官的不满，看起来也很辛苦，在法院上还要应付律师的挑战哈。那而且呢，请来都是王牌律师，这些律师可能都做过检察官、法官的，都很有经验的哈。那他说你是违背了无罪推定的原则，你们嫌疑咬定人家有罪，要无罪推定啊。检察官什么时候给你无罪推定过？检察官有几个东西，第一个侦查不公开，他也给你公开了。第二个呢，你对这个当事人呢有利不利的证据都要有，但是一般都不会给你有利的证据，都是不利的证据啊。然后是无罪推定，他要办你，他就假定你是有罪的，想办法收集资料证明你有罪了。那这个检察官这个律师要检察官偏见办案，你只信诈欺犯的证词，判定社会。看起来他们现在想把证人的这个信用打掉，把证人信用打掉啊，什么廖姓父子啊，常见就是把证人这常常骗人哦，常常那个记录不好，所以那个证词无效，好证词你不要相信啊，用这一招了哈。我们在美国法庭常常看到这一招嘛哈。好，那另外呢，这个律师一直说检察官办案草率。检察官很生气，反击了。我们不是只有 Excel 档。桃检为了自己去骂北检，学桃检打了北检一个耳光。我们是有真的证据的，有证人有证据都有的而且那个钱都在那个地方，500万，对不对？放1年，你家有500万，你就放1年嘛？500万很大一包呢，你放在客厅不碍眼呐，放1年。
事后又600万的政治现金，这都假的吗？你也帮他讲话，他的钱跟原本给的钱是不一样的钱，那怎么是那个钱呢？根本就花掉以后，你橡皮筋不一样。好吧，这个他们说有3个时间点关键啊，那所以呢说廖家父子郑文灿的说法是矛盾的啊。那另外呢，这个郑文灿当时被交保，检察官是没有抗告的，但是柯文哲交保很快就被撤销了啊。然后呢，有这个检察官啊，这个律师检察官就抗告了哈，检察官抗告高院就发回更裁啊。我们看一下，会不会觉得检察官过度臆测了？穿着黑色大衣、深色长裤，前桃园市长郑文灿在委任律师陈永来的陪同之下，走进桃园地方法院。被指控涉嫌贪污500万元，遭检方求处重刑12年。之前是以2800万元交保，郑文灿这回是2度开庭，同样采取无罪答辩。但这次郑文灿不像首次开庭自己陈述将近3个小时，他这次是没有补充意见，由委任律师一一点出起诉书的错误内容。首先，郑文灿委任律师何祖顺率先指控，检察官起诉内容中根本没有举证出被告收贿的犯意与行为，也没有列出到底配合的职务行为是什么，错误引用了都市计划的流程，认为检察官起诉内容夹叙夹议，充满个人臆测、主观判断，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紧接着，另外一名委任律师钟伟汉点出起诉书4大错误，澄清桃园市并没有向行政院呈报核示免区段征收，所以后续程序根本不可能进行，也不可能核定自办市地重划。指控检察官只有揭露对被告不利的会议内容，表示郑文灿与涉嫌行贿的廖俊松不可能达成合意，只是当第3个律师才刚开始讲话，突然就被检察官打断，提出异议。对起诉内容有信心吗？郑文灿这一方认为检察官过于仓促，根本不了解都市计划变更流程，缺乏举证。至于证据在哪里，检辩双方这回各自准备完整 PTT 内容，交给法官审酌。来，这个凤馨怎么看？我觉得这一次最好笑就在这件事情，因为郑文灿的这个案子，不过当然我先去说了，现在的检察官愿意办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家都很想要问的是，那前面呢其实有监听到的，然后呢已经查到金流的检察官为什么没有办？其实这个给了现在办案一个很大的困扰，否则的话，就证据力来讲的话，他真的是要比柯文哲案来得明确的多了，因为钱是送进去的，好，在茶几的地上，对不对？哈，然后呢，同时呢，还有包括了就是有退钱的这些记录，然后退钱是隔了1年的时间，然后中间还有600万的政治现金。那你说，然后这个案子桃园市政府还真的认真的让他办了，然后办了之后是因为被内政部打回票，所以无论如何，其实所有的这一个贪污罪哦，并不以事情办成这件事情作为它的基本原则，而是你收了钱，而且呢你做了事，这2个条件就足以让它成为贪污罪。不过我觉得蛮好玩的啦，就是他们现在的重心点就是把廖家父子呢去打成就是他们是有问题的，他们是要构陷郑文灿。坦白说，这个就是要看法官的这个自由心证啊，他会认为这个叫做因为他不是只有这2位哦，不是只有这个廖姓父子哦，他所有的相关的证人全部都咬死了郑文灿要这一笔钱啊，所以我觉得郑文灿要去紧咬，然后呢要去脱罪，我觉得可能性相对偏低。但是从检察官说，我们的事证很明确啊，不是只有 Excel 表啊，就说明了至少在法界认为只有 Excel 表，其实证据力是真的很薄弱啊，这应该是说明一切了。很好笑，就是来嘉义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案子当然郑文灿这边一定要这个自证就是清白嘛，所以在过程中，当然他认为说检方如果只采信廖姓父子的说法，他认为是对他不利，因为毕竟有利不利的证据都应该一并注意。那以目前来讲的话，廖姓父子确实对外宣称是台塑的股东，但其实可能只是公关，或者是说这笔钱到底所谓何来哦？郑文灿是表示说，不仅不知情，而且事后他也没有去介入，也没有去做任何的这个都市计划的变更等等哦，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他也请这个廖氏父子应该要把这个钱赶快拿回去，但是他们迟迟都不来拿哦，所以这个过程当然郑文灿他会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去解释。那检方对他们来讲，当然他们认为说有证词，那有看到钱，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个东西证据确凿，所以在攻防上，我想法官也会有他的心证哦。但是我们还是用无罪推定的角度去看。那至于柯文哲的案件，当然比较大家觉得质疑的就是金流的1500万，到底这个钱现在在哪里？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关键哦，因为毕竟郑文灿的案子是有看到钱，那柯文哲这个案子的1500万哦，虽然外界认为说是不是相关的这些金流局子会最清楚，所以这也是检察官在交保或者羁押的攻防过程中认为说局子回来才能说清楚，所以呢，大家也会认为说关键的局子如果没有出来说清楚之前，这一切都还是一个罗生门。事实上，公道自在人心啊。今天郑文灿开庭啊，这是 PTT 上面的，我有看到，他直接爆挂了。他说今麦郑文灿啊，这个庭正在开，检察官直接就开错了，他直接开骂说，本案的金流证据非常的明确，不是只有一切档案。结果大家就做了一个评论了，他说什么？看不下去了哦，桃检开错北检，这是在桃园的地检署，桃检直接开错了北检了。大家我还另外提一个，之前是让基层的检察官论坛也已经砸锅了哦，那时候是开骂的哦，他是直接问啊，为什么别的地检署都没有泄密这个问题，只有你北检？台北的旁边有个新北的，人家新北的地检署也没有泄密，台北还有一个士林地检署也没有泄密。人家基层是抗议到，就是说你北检到底在搞什么？他们说你们不解决问题，变成个历史的一个罪人的，这个整个法界等着大家看的。那另外我提一个点也是非常重要，现在不是只有基层的检察官看不下去，法界看不下去，司改会跑出来了哦。司改会大家普遍上认为是比较偏绿的哦，他都提了9问北检，你为什么侦查不公开变成侦查前公开？那刚讲为什么谢长廷会跑出来？谢长廷是民进党的大佬，他逆风这时候来讲这个事情，他讲他压力很大。那为什么他敢讲？他讲的2个点都非常重要。第一个，他说北检的证据力、起诉的证据力薄弱嘛。第一个，他还讲了一个点非常重要啊，大家可能忽视了。他说办案有2种，一种就是实际的在找证据在办，一种是什么？用舆论跟证据。所以有些检察官呢，他是放风向的，所以才导致现在台湾动荡不安。他说像柯文哲这种案子啊，他说这种在日本的时候，可能90%的政治这个起诉的案件，对不对？刑事案件90%以上都是定罪的啊。台湾如果这种政治案件啊，大概不到30%。那台湾就是因为这样动乱嘛，所以他也是在提醒啊。然后抱歉，我提醒最后一个，刚才讲柯文哲这个证据力这个问题哈，那个210跟1500这个事情，因为我每次2次开庭，我都坐在那边非常仔细的去听，检方是真的非常的离谱。刚才讲这1500。我们的律师是很清楚去调查出来哦。他讲说他的起诉里面说某时某地，对不对？他没办法10月19，他完全没办法证实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不对？那么我们的律师是把它调出来，就是整个年度，在那个每个时间点里面，大概都有1600到2000的那个金流的那个进出。结果他好像他弄到好像先射箭先射箭再画靶，他有时候1600，他还不是找到1500哦。他找到1600，1600为什么跟150又兜不起来？然后他讲这个时间点里面有些1500进了柯文哲的这个收贿，可是你去查每一个时间点，大概20-30天，卫星集团那么大，他每个时间点里面都把1-2千万在进出啊。另外200亿这个最离谱了，他说200亿啊，很多人在笑他说，那个是政治现金的专户人，你说怎么有人收贿放到那边去的？结果他怎么讲你知道吗？他说送到那边去啊，是因为他是柯文哲的党主席的责任额。我们就问他党主席责任的1年是多少？像我立委是120，对不对？党主席是150， 150怎么汇一个200亿进去？他说是2年，2年也兜不起来，2年是300啊。当场就奇怪，他就搬纸砸自己的脚啊。所以刚才讲说，不是只有大家在笑说郑文灿这个案子证据这么明确，柯文哲到现在就是说1500跟200，你都没办法印证说他是一个收贿的汇款嘛，对不对？这个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好吧，这个你求刑15年。这个案子到底实质情况怎么样？这个交给司法了。我觉得他们应该把这个案子当成司法官训练那个新进检察官、法官的一个教材。就这个案子最大的败笔，就是当我们在看到起诉书以后，我们觉得好像都看过了嘛。对。除了那个花边没有，就是都主要案件都看过。为什么？
杂志都登过了，竞检已经都登过了，所以你检察官的公信力这边完全被打脸了。真的以后不要老是想放消息哦，抹黑当事人，这个很不好了。就大家就开大门走大路，我怎么有什么证据办什么案就是了嘛？干嘛要设法透过小道消息啊，透过媒体啊，透过杂志啊，先把当事人都抹黑，然后把当事人人格通通摧毁，这真的不好啊！这不是开大门走大路办这个光明正大办案的技巧。我觉得司法院现在所应该把这个做一个案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高铁啊要南延到屏东，哦，然后呢，5年以前就有这个案子，到底是直接到屏东，还是经过高雄站？好，一直有争议了哈，因为现在到左营嘛，哦，高铁是很方便，但是比如说，除非我在左营附近办事，否则我到了高雄哦，我可能还要再花1个钟头，再到市区里面去。要做捷运，除非这样哈，就是说，为什么我一直不懂他们高铁当时为什么都不在，比如说不要在乌日，就在台中，就在一些桃园，就在这个地方办站，就是这样子的方便嘛。征地太困难。但是他当时就想学日本的新干线，对，哦，日本有什么妞哈嘛，妞这个妞那个，炒地皮啦，对不对？就是说我高铁可以花很少的钱，将来我是设法去开发那些地方，就没想到台湾后来经济没有那么好。观光客没那么多，所以真的炒地皮也不见得炒得成哦，也有跟他原来的跟他的原来的想法有差别了哈。好吧，现在当然慢慢起来了，有些搞什么 outlet 啊什么之类的，好吧，基本上哦就是一个桃园青埔算是成功了。基本上呢，这个就是说，当时高铁呢就到了左营，没有真的进高雄站。哦，那当然，高雄市民对这个事反应很强烈。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能进？台北都有3个站呐，哦，台北都有这个南港、台北、板桥，为什么高雄只能有一个左营啊？那其实是讲了很久了哈。韩国瑜当市长的时候也主张，也说应该要这个到高雄站，但这样的话经费就多很多了啊，大概多1倍。好，我们看等等看看哈。那这个前发言人丁仪明说呢？没有关派系，因为大家现在是说，你左荣泰跟苏贞昌是不是不同派系哦？哦，所以苏贞昌的案被你推翻了。他说评估团队都同一群人，这更好笑了。一群人怎么会搞出2个案来？哦，那这个他现在是原来是左营600亿啦，现在要增加到1200亿啦。不过原来只有17.5公里，现在要到25.9公里了啊。好吧，就是说高雄会多一站，同时从左营到屏东是右边嘛，然后对，然后下面是高雄，他就要往下之后再左转。他现在到高雄，然后再过来，然后经过凤山，经过后庄。对，哦，那他原来从左营就直接到屏东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啊。那交通部说呢，我们是。人家说你们到底是政治凌驾专业，他说我们经过评估才看出可行性，就是那你原来那个案子都没评估吗？原来照理讲评估过600亿也是要评估啊，600亿就随便给他过。哦，你600亿当时现在1200亿，现在才叫评估，当时不叫评估，哦，所以被认为是不是有派系斗争？哦，然后呢，那高雄市长是说技术可行就支持哦，那技术没有什么可不可行啦，你要花多少钱而已啦，哦。那另外呢，这个当时韩国瑜及主张呢，你们就让他高雄对进高雄，韩国瑜就这样主张呢，空转5年啊，然后5年又回到原案，所以陈辉金立委探说让陈金辉浪费高雄人5年的时间啊，那这个甚至呢还有这个联盟争取高铁到屏东联盟说这是政治路线，浪费纳税钱，到潮州更合适，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看一下。未来的高铁将会来到高雄车站，我们采用高雄方案。行政院长卓荣泰就宣布，等于喊卡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任内核定的左营案，难道总统又卡苏了吗？
至于市长陈其迈话说的保守，重申技术可行、冲击最小、有利高雄城市长远规划，就支持高雄方案。因为摊开高铁南延屏东，原本的左营方案路线长度较短为17.5公里，经费约619亿元，对比高雄方案经费约1275亿元，增加快2倍，而且面临沿途沿线拆迁问题，不止花费的钱更多，也等于过去5年花费1元的评估经费放水流，这也让不少声音指责。我觉得政治人物一定要有远见啊，要看长远一点。那高铁确实对高雄市民来讲，他们当然都希望对高雄的发展能够进高雄市是最好的。但是当初的考量就是交通黑暗期，还有拆迁等等的抗争。但是长痛不如短痛，你说5年前没做，5年后再来做，不仅成本增加，抗争的力度可能也会更高。但是无论如何，我想无论蓝绿在高雄，大家都是立场一致的嘛。现在都是希望这个高铁能够进高雄市区，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如果工程的技术又可行，那现在如果又在争吵等等等，那之后又要来做，那这个经费又会更高。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该做就做。那既然行政院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过去国民党韩国瑜市长或者是现在柯志恩也都支持，那大家应该共同力推，而不是有其他的意见。来，前副市长，我说真的，这个案子呢，从苏贞昌时候的左营案到现在卓荣泰又大转弯回到这个韩国瑜主张的高雄案呢，说穿了，我觉得与其说是民进党派系斗争卓荣泰斗苏贞昌，不如说是民进党现在可能认真意识到他们高雄的选情没有那么轻松。高雄市民都希望到高雄站。对，因为你要高雄市民投给你票，你要给他一个梦想嘛。那个梦想就是我直接在高雄站就可以坐高铁啊，我干嘛去到左营？而且左营那个路线虽然比较便宜、比较直接，他就没有什么穿过高雄啦。那能够投票给他的人就很少了。所以他在选前这样子主张的考虑，就表示说他的选举真的比较紧张，因为陈其迈要卸任了嘛，他们现在自己内斗不休嘛，然后柯志恩蛮强的嘛，所以呢，他在这种时候做这种承诺。可是民众就是这样啊，好高兴，好高兴！你看他改变了，又会到我们这里，又梦想，然后大家又在那边计算我的房价又增值什么的，到了选后可能这个议题又没了啊。来，贝讲，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在这个案子，我真的看到这一点，因为我在高雄住过3年，那我在高雄火车站那边附近住，那边其实我在住的时候，那边其实很可怕。那现在听说20年，听说这个高雄火车站总算改建好了。那现在如果高铁又要经过高雄火车站，是不是重新石泉九如那边的居民是不是重新要再享受一次所谓的交通黑暗期？这是很值得考量。是吧？这个很明显嘛，这个是政治操作。当初的韩国瑜提出来，就是因为韩国瑜，所以苏贞昌想尽办法不要给你嘛，就这样说拆房子，这个那个，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现在也是为了选举，所以要回来高雄嘛。我提醒一下，叫做南延屏东，这是错的，它只有东延屏东，在屏东只有很小的一段，大部分都在高雄。那关键点是，高雄会有哪些车站被这样子延伸出去？它有点像是之前我们所有的开发案，它会绕